3个人加起来，我能靠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到1.5个亿的业绩，利润也能高达到2-3千万。当初那是好的情况了，但其实实际上，但是因为买货，最终其实口袋上没有留下多少钱。Akihabara, Nakano Broadway, and Ikebukuro all has its own cultures and appeal among game and anime lovers in Tokyo and abroad. Today, we are talking with one of our clients, Kaku, who has used this to build his growing figure and goods business in the city. Let's see what he has to say. 叫郭林星，我的公司名字叫朵拉公泵，卡布西利开下朵拉公泵。来日本大概已经15年左右了，然后现在从事的工作是公仔 figure 贩卖、动漫贩卖等周边商品。之后当然还会再推广更多的别的产品的贩售。我这个个人比较叛逆一点，然后就是刚开始只是想说来日本，因为自己喜欢日本动画，来秋叶原后我就刚开始碰到那种镰刀的 case， 就是叫做格子铺。我们在那边，我自己刚开始是想说自己很爱抓娃娃，抓着就想说但抓的东西又不好意思，又不想都送给朋友嘛，又花了一堆钱去抓，然后想说那我处理完这段商品后，我就想说那我处理完这商品后我就不做了，不玩了，以后不玩了。但是你看，你开始会卖了，结果你抓的就更凶了。然后久而久之，开始摸透了玩法后，又开始就想说，那我开个公司，想说也不想寄人篱下，就说自己不要说去朋友那边挂个名字也不好嘛，不喜欢就是拜托朋友，然后就说那我就自己开一个公司。你要说硬说的话，我一个是运气好，那当然是还有就是抱着搏一搏嘛，单车变摩托嘛。我是觉得我们想冲，我们就该做，很好运气。那到我这个人就运气很好，第一桶开店了，运气好；第二家店就让我赚钱了，那这个是我真的是运气好。生意越来越好，那当然说实话，这个不是说我对疫情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只是说刚好疫情下来，刚开始我在日本自己一个人，公司就3个人，我和我姐还有一个小员工，3个人加起来，我能靠我自己一个人可以做到1.5个亿的业绩，利润也能高达到2-3千万。当初那是好的情况了，但其实实际上，因为买货，最终其实口袋上没有留下多少钱。但是后来因为疫情的情况下，我的业绩直接从1.5亿直接打到了只剩下1500万。但是我业务的部分，我们中间扩展了别的新的业务，就是包括批发转卖、大量收藏，还有就是扩展海外业务。那当然这个部分的业绩就开始往上涨了。那现在是靠着主要是海外啊，然后在日本开店啊，然后做主要经营。我们以前的产品很单一，就可能就是动漫，大家喜欢的动漫为主。但是其实动漫中间里面又有很多细分，比如说我现在有在秋叶原、中野、池袋有了店面。那我想请问一下，您每个分店都会保持比较一致的商品风格吗？还是会说都是不一样？可以说一下每个分店、每个地区它的商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今年就是在去年中旬开始，我们增加了自己的盲盒系列。盲盒系列以前我们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只做手办，但后期我们开始有做卡片，然后就宝可梦卡、航海王卡、七龙珠卡这些然后再做一些分流，开始继续做这些，然后就根据着客人的需求，可能这个人就是
有一些新店，我们当然会先试水温。这样像我的话，我就是越做越东西越来越多元化，就是可能就是满足的客户群就越来越多。可能本来说只能满足喜欢动漫的，我们叫 otaku， 就是宅男宅女喜欢的。但是结果现在我们能满足的倒不止就是可能喜欢小可爱的东西，也喜欢的女生或男生，他们也会愿意去买。如果你今天说你把秋叶原的商品全部往别的地方放，那我说难听一点就是没有任何优势。当然客人买的多，我们也会就是进货要货嘛，那客人要的多，那我们自然进的多；客人要的少，那我们就当然客人有占多少选择什么商品，那我们来决定我们要选择什么商品。我们以学习为主，我们说实话，我做到现在，那我的学习要去慢慢去跟上。以前我说难听一点，我永远都是就说难听一点，全部永远站在第一线战场，也不是说第一线战场，而是我们永远我都会先去自己去做，然后现在会慢慢退户于幕后，就是属于资源系和一些主要的谈判，属于我自己的工作。如果可以重新来过一次的话，从头再来一次，您希望就是带着哪一个最重要的教训或者哪一个经验来重新来一次呢？应该我觉得是现在走到现在的成长吧和经验。当然，我觉得说你要说什么经验，我觉得都很重要。毕竟走到现在，没有一步是不必要的。该学的教训啊，哪怕吃亏的也好啊，学的教训也好啊，这些其实都是重要的经验。我们学到现在就是包括眼光也要调整啊，品相也要调整啊，看法也要调整啊，和选项的商品也得去调整，包括人才的物色啊和人才的用力啊，这些我们都得去学会调整，才能创造更好的价值。其实说难听最后也就是学习。但是用什么方法学习，那是最主要的。我其实不太爱学习，但是最终不得不再去学习。Huge thank you to Kak-san for sharing his experience with us today. Anime and game culture may be everywhere in Tokyo, but building a strong business takes more than passion. Success comes down to smart locations and long-term strategy. That's where we come in, helping businesses find the right locations and grow in Tokyo. If there's anything you need from us, let us know.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